It did. I have the video. I sent it to Elon that night. I was like, hey man, here's the video from 5 minutes ago. It worked. 他成功了。我当时有那个视频，那天晚上我就发给了埃隆，我说：“嘿，伙计，这是5分钟前的视频，他成功了。”在2023年末首次交付2年多后 ，Cybertruck 现在已进入2026车型年。业内傳言越來越多，暗示特斯拉最早可能在2026年推出一款緊湊型皮卡車。此前據報道，首席工程師拉斯莫拉維克 （Lars Moravik） 曾發表言論，稱新車型將帶來一系列重大升級，包括功能、技術、設計以及修訂後的定價策略。從 Powerwall 的能量共享整合到新緊湊型版本的初步圖像，再到顯著提升的充電性能，在特斯拉超級充電站僅需43分鐘。這款車正被提升到全新的工程卓越水平。雖然多達98%的人傾向於僅憑 Cybertruck 的外觀來評判它，但真正令人驚嘆的在於其表面之下，特斯拉在工程和技術方面取得了顯著飛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特斯拉普遍被認為正在準備於2026年初推出其新型4680電池的4種不同高性能版本。那麼，2026年款特斯拉 Cybertruck 的獨特之處究竟在哪裡？為什麼特斯拉相信 Cybertruck 將在2026年推動銷量大幅增長？歡迎來到特斯拉汽車世界。對於汽車愛好者來說 ，Cybertruck 的獨特性遠不止於其外觀設計，這已不是秘密。相反，它是特斯拉精心研究、設計和精確組裝的5個核心元素複雜整合的結果。然而，現實是2025年對這款車型來說是充滿挑戰的一年，銷量顯著下滑。儘管採用了先進技術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性能，這款電動皮卡仍未達到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克最初設定的宏偉目標。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 Cybertruck 正在從一款必備產品轉變為商用電動皮卡市場中的小眾產品。數據不言自明，2025年 Cybertruck 銷量遠低於預期，即使包括2025年第4季度，特斯拉估計也僅售出約17000至19000輛，遠低於埃隆·馬斯克在2023年預測的25萬輛的年度目標。相比之下，在2024年全面銷售的第一年 ，Cybertruck 售出38965輛，成為美國最暢銷的電動皮卡車。然而，在2025年第1季度，它將這一地位輸給了福特 F150 Lightning， 標誌着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除了這些銷量波動 ，Cybertruck 還面臨一系列與質量和安全相關的問題，引發了車主的擔憂。截至2025年10月，該車型已進行了10多次單獨的召回活動，涉及從關鍵缺陷到中度問題的各種情況。其中最嚴重的問題是位於擋風玻璃上方的裝飾性金屬飾條坎特導軌 Canter Rail， 它可能會在車輛行駛時失去附着力並脫落，對周圍交通構成潛在危險。僅此一項問題就影響了46096輛車，並產生了大約150起客戶投訴。儘管特斯拉表示迄今尚未收到與此缺陷相關的事故報告。此外 ，Cybertruck 還遇到了一些其他顯著問題，包括可能導致突然斷電的逆變器故障、未能顯示警告的胎壓監測系統、可能脫落的越野燈、性能不佳的擋風玻璃、雨刮器以及可能卡住的加速踏板。雖然並非所有這些問題都被歸類為高嚴重性，但一系列的召回活動對消費者信心產生了負面影響，並有助於解釋 Cybertruck 在市場上的放緩。然而，展望2026年，特斯拉 Cybertruck 可能迎來一次顯著的復甦。在韓國和中國等幾個主要市場 ，Cybertruck 已經成為首批接收全自動駕駛 FSD 版本14更新的車輛之一。這些能力被認為與特斯拉 Robotaxi 平台目前展示的自動駕駛水平相當。此外，根據知名汽車評論員 CarSpeed 拍賣平台創始人道格·德穆羅 （Doug Demuro） 的說法，特斯拉 Cybertruck 的價格可能在未來18個月內降至$35,000左右。德穆羅在他的個人播客中指出，他已經看到 Cybertruck 的交易價格超過$6萬，並且正在迅速接近$5萬大關。作為 CarSpeed 的運營者和經驗豐富的汽車市場動態觀察者，特別是對備受炒作車輛的實際定價，他指出，雖然悍馬 EV 和 Rivian RET 等車型也經歷了顯著貶值，但 Cybertruck 的價格下跌似乎更為劇烈。所有這些都預示着一次重大的價格調整，這將為終端消費者帶來巨大利益。坦率地說，價格一直是消費者關注的主要問題。Cybertruck 後輪驅動版本的當前定價約為$79,999，而長續航版本的價格則上升到約$88,000。Cyberbeast 版本能夠在2.6秒內從0加速到60英里每小時，價格約為$10萬。值得注意的是 ，Cybertruck 的轉彎半徑約為17.5英尺，而典型的全尺寸皮卡車約為23英尺。到2025年底，特斯拉已對其一體化壓鑄 Giga Casting 技術進行了系統性改革，以解決 Cybertruck 組裝中長期存在的瓶頸。公司沒有進行局部漸進式調整，
而是徹底改革了其整個大規模壓鑄方法，以同時解決生產吞吐量和制造質量問題。來自德克薩斯州超級工廠生產線的技術證據表明，特斯拉已過渡到新一代壓鑄模具，該模具集成了懸架系統和電氣布線的安裝點，結果後部結構中的獨立部件數量已從大約80個單獨零件大幅減少到一個完全集成的一體化鑄件。這種結構簡化不僅簡化了組裝過程，還顯著降低了錯位和精加工缺陷的風險。這些更改實施後不久，制造效率顯著提高，9000噸位大型壓鑄機的操作周期縮短了大約15%至20%，從而在相同時間內顯著增加了底盤產量。2025年11月在德克薩斯州超级工厂拍攝的無人機鏡頭顯示，與今年早些時候相比，存儲場中成品鑄件框架的密度要高得多，直接反映了生產速度的加快。這些制造改進直接為2025年第3季度的銷售業績奠定了基礎。在完成創始版向早期預定持有者的交付後，特斯拉開始加速 Cybertruck 向更廣泛市場的分銷。根據2025年10月發布的官方生產和交付報告，特斯拉在其他車型類別下共交付了15933輛車，其中包括 Model S、Model X 和 Cybertruck。雖然這些數字沒有單獨細分，但市場分析師估計 Cybertruck 在該總數中佔5000多輛。這表明與初始發布階段相比，實際需求已趨於穩定。從地域上看，特斯拉已基本清除了其在美國的訂單積壓，並於2024年底開始在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大交付量。這被普遍視為公司為更廣泛的全球擴張做準備的關鍵一步。到2026年初 ，Cybertruck 的國際野心日益明顯，原型車被發現在歐洲和中國接受法規和安全合規性測試。談到 Cybertruck， 許多人傾向於關注其堅固的外觀，甚至躍躍欲試地測試其抗衝擊性。然而，外骨骼另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方面是，特斯拉創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单件式門環結構，整個外框架由高強度硼鋼製成，內外結構焊接成一個單一的統一的部件，形成一個異常堅固的臂柱。Cybertruck 還大量使用大型鑄件，前鑄件採用6500噸壓機生產，而後鑄件則採用額定高達9000噸的壓機成型。特斯拉已證實，目前有4台鑄造機滿負荷運行，每天生產約5000個鑄件，這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數字。這些鑄件經過進一步鍍鎳處理，以增強耐用性、耐腐蝕性、抗氧化性和耐熱性。Cybertruck 的結構旨在以約50英里每小時的速度吸收追尾碰撞的衝擊力，它支持高達2500磅的有效載荷能力和高達11000磅的牽引能力。所有這些都圍繞着外骨骼框架構建。在發生嚴重碰撞時，前部車底鑄件被設計成碎裂成多個較小的部分，有助於耗散和吸收能量，同時減少傳遞給成員的力。然而，這種方法也意味着潛在的高昂維修成本，因為這些大型鑄件更換起來價格昂貴。巨型鑄造技術的主要目標是用單個集成結構取代眾多焊接和螺栓連接的部件，從而簡化制造並降低前期生產成本。話雖如此，一個關鍵的權衡是，在發生重大碰撞後，維修成本可能會更高。Cybertruck 配備了第4代逆變器，類似於 Model Y 高性能版所使用的逆變器，它利用碳化硅半導體技術。該逆变器具有更高的效率、更大的功率密度和更低的能量損耗，其更高的開關頻率可將總損耗降低約50%，同時為電動機產生更平滑的交流電。Cybertruck 採用800伏電器架構，但通過將電池組分成2個獨立的400伏部分，它保留了400伏和800伏的靈活充電能力。該車還支持高達11.5千瓦的雙向功率輸出，足以在停電期間為普通家庭供電約3天。另一個突出特點是线控轉向系統，此前已在 Model S 上推出，現在也部署在 Cybertruck 上。該系統採用2個獨立的48伏電機，提供內置冗餘，即使一個電機或控制器發生故障，車輛也能使用剩餘的單元安全運行。此外， Cybertruck 還配備了後輪轉向功能，轉向角約為10度，顯著提高了低速時的機動性。從設計角度看，特斯拉首先提出了一個根本性問題：特斯拉皮卡應該是什麼樣子？經過市場調研，該公司發現傳統皮卡車幾十年來基本保持不變，幾乎都依賴於車身框架結構。特斯拉選擇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創造了一個外骨骼結構，其中外部外殼本身就是主要的承重結構。得益於這種架構， Cybertruck 所需的內部加強件如支柱、金條或副車架要少得多。整個剛性不鏽鋼外殼承受結構載荷，在越野條件下提供了卓越的耐用性。特斯拉使用一種名為 30X 的專用不鏽鋼合金，通常被稱為硬不鏽鋼，其特點是平面和最小曲率，這賦予了車輛獨特而未來主義的外觀。在制造過程中，鋒利的邊緣經過打磨，以確保接觸時的安全性。
從傳統的12伏系統過渡到48伏架構，將電流降低到以前水平的1/4，這反過來又降低了布線重量，提高了效率並降低了成本。特斯拉還轉向了千兆位以太網通信系統，大幅減少了整車布線。總體而言，布線長度減少了多達68%，而高功率電纜的質量減少了多達84%。採用48伏架構使特斯拉在開發照明系統、絞盤和空氣壓縮機等附件方面具有顯著優勢。所有這些附件都是為 Cybertruck 量身定制的。這種方法不僅增強了客戶體驗，還為特斯拉開闢了新的收入來源。為什麼特斯拉需要開發4種版本的4680電池？它們的目的是什麼？特斯拉決定為 Cybertruck 配備其專有的4680電池單元，尺寸為46毫米乘80毫米，這代表了該公司最雄心勃勃的技術賭注之一。4680平台於2020年首次亮相，旨在通過重新思考電池尺寸、化學成分和結構集成，同時降低制造成本并延長續航里程。然而，儘管前景光明，這項技術的推廣面臨巨大挑戰，尤其是在擴大生產和實现穩定性能方面。因此，4680電池仍然是 Cybertruck 獨有，而 Model 3和 Model Y 等其他特斯拉車型則繼續依賴成熟的2170和磷酸鐵鋰電池格式。然而，目前正在出現的情況預示着一個重大轉折點。預計在2026年初，特斯拉將推出4種不同版本的4680電池，每種都針對特定的使用場景進行了優化。據報道 ，NC05 版本專為特斯拉的 Robotaxi 平台量身定制，優先考慮耐用性和生命周期效率。NC20 版本針對 Cybertruck 和未來的 SUV 提供更高的能量密度，以改善續航里程和性能。同時 ，NC30 和 NC50 版本預計將採用硅碳負極，顯著降低成本，同時保持競爭性能。總而言之，這些發展預示着期待已久的突破，這最終可能釋放特斯拉4680電池戰略的全部潛力。在電動汽車製造業這個高風險領域，特斯拉雄心勃勃地推出4款不同版本的突破性4680電池 ：NC05、NC20、NC30和 NC50。這不僅代表着技術演進，更是一次精心策劃的妙手，旨在奪回美國在全球電池生產領域的領導地位，為美國消費者削減成本，並超越中國、比亞迪和寧德時代等外國競爭對手。4680電池於2020年電池日亮相，是特斯拉旨在徹底改變圓柱形電池的嘗試。其能量容量是現有2170電池仍為 Model 3和 Model Y 供電的5倍，續航里程提高16%，生產成本降低高達56%。然而，實施過程一直坎坷。目前，4680電池僅限於德州超級工廠的 Cybertruck 生產，其良品率低至20%至30%，是生產期間阴极廢料損失高達70%至80%，而傳統濕法工藝競爭對手則低於2%。這歸因於革命性的乾電極塗層。該塗層消除了昂貴的溶劑和烘烤步驟，這種制造困境解釋了為什麼必須開發4種定制電池版本，每種都針對特定的汽車架構、性能曲線和價格點進行優化，以確保特斯拉到2026年能夠每年生產數百萬台，而不會犧牲可負擔性。NC05 作為主力電池出現，優先考慮耐用性和長壽命，適用於即將推出的 Robotaxi、Cybertruck 和特斯拉 Semi 等車隊密集型應用。內部人士稱其足夠堅固，可用於高循環操作，例如自動駕駛出租車行駛100萬英里，利用干涂層阴极降低成本，同時保持基線能量密度。對於因每加侖4美元油價而厭倦了耗油車隊的美國網約車司機和物流公司來說 ，NC05 承諾無故障運行時間，直接挑戰優步和 UPS 對電動汽車的猶豫。接下來 ，NC20 通過增強能量密度而提升，目標是 Cybertruck 雙電機版本，下一代 SUV。潛在的3萬美元緊湊型跨界車以及更廣泛的產品線集成。這個版本解決了 Cybertruck 的致命弱點，其目前320到340英里的續航里程落後於 Rivian RET 的410英里。部分原因是4680電池的擴展尚不成熟。通過精煉的幹法工藝提高每公斤瓦時 ，NC20 使特斯拉能夠在不使用超大電池組的情況下實現超過400英里的續航里程。這對於偏遠地區充電設施匱乏的美國卡車購買者至關重要。特斯拉2025年第3季度的財報數據暗示 ，NC20 的試驗效率提高了10%到15%，使 Cybertruck 成為 F150 Lightning 的有力競爭者。那麼 Cybertruck 的銷量遠低於埃隆·馬斯克最初的預測，這是否預示着對美國卡車購買者的誤判，還是2026年捲土重來之前的暫時挫折？請在視頻下方的評論區分享您的看法。感謝觀看我們的視頻，立即訂閱，以免錯過下一個特斯拉突發更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關於特斯拉電動汽車或特斯拉機器人 Tesla Bot 的精彩信息，請不要忘記點讚並分享此視頻。
我們期待着可能在明年第一季度公布 Optimus V3，我認為它會準備好展示，而且我認為它會相當了不起。它甚至不會像一個機器人，它會像一個穿着機器人套裝的人。這有點像我們開始 Optimus 時的情況，但它會看起來如此真實，以至於你可能需要戳它一下，我想才能相信它真的是一個机器人。聽起來很棒，但很明顯，世界仍然不完全信任人形机器人的想法。更準確地說，大多數人根本不相信任何東西能超越人類的靈巧性，更不用說那些走路笨拙的像穿着尿布的機器了。好吧，老實說，世界上没有比人類更聰明的東西，没有什麼能真正取代我們，更不用說支配我们了。然而，埃隆·馬斯克繼續向這個項目投入數十億美元，因為他相信特斯拉可以制造一個擁有真正像人類大腦、手臂和腿的機器人。好了，此刻終結者情景可能立刻跳入你的腦海，對嗎？但如果我們有一個真正能幫助我們的人形機器人呢？一個像私人助理一樣的機器人，能為您倒啤酒、做早餐三明治、打掃整個房子。我們都喜歡有這樣一個伴侶，而這正是我們明年將與特斯拉第3代機器人 Tesla Bot Gen 3一起看到的。它是埃隆·馬斯克最新一代的人形機器人。如果您厭倦了無聊、重複的家務活，那麼特斯拉第3代機器人 Tesla Bot Gen 3是您明年會想購買的產品。它將成為世界上第一個能夠做飯、打掃，甚至打開冰箱為您取啤酒的機器人。正如埃隆·馬斯克多次強調的那樣， Optimus 可以幫助教孩子打掃您的房子、修剪草坪、遛狗、照看孩子，還能實現商品和服務的生產。最重要的是，埃隆·馬斯克公開承認人工智能和機器人將取代所有工作，工作將成為可選的，就像自己種菜而不是從商店購買一樣。Optimus 最終會比最優秀的人類外科醫生更出色，其精確度是人類無法達到的，超越人類。那麼，特斯拉第3代機器人 Tesla Bot Gen 3將如何在手術室中實際運作？我們真的能信任一台機器在手術緊急情況下做出關鍵決策，例如控制出血或處理意外併發症嗎？歡迎來到特斯拉汽車世界。雖然特斯拉第2代機器人 Tesla Bot Gen 2的熱度尚未消退，埃隆·馬斯克已證實第3代擎天柱 Optimus Gen 3將於明年第一季度首次亮相。這個版本將能夠做從烹飪、清潔到照顧人的一切事情。是的，根據馬斯克的說法，它將非常像人類，以至於我們將很難分辨。它將能夠以3萬美元的價格執行大約3000項有用任務。甚至在第3代擎天柱發布之前，埃隆·馬斯克就震驚所有人，宣布特斯拉將大規模生產第4代和第5代擎天柱。這意味着第3代擎天柱不會是特斯拉機器人的最終版本。如果第3代模型能夠執行3000項有用任務，那意味着第5代擎天柱可以將這個數字翻倍到大約6000項任務，其準確性可能與人類相匹配。它不僅限於烹飪和清潔等簡單家務，它還將集成到各種環境中，其中之一就是醫院。根據埃隆·馬斯克的說法，第5代擎天柱甚至可以以極高的精度執行手術。根據推測，這可能是特斯拉機器人最先進、最昂貴的版本。如果它的定價約為8萬美元，我們也不會感到驚訝。邏輯很簡單，如果它能處理人類100項任務中的70項，它實際上可以為其所有者創造收入。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將收回成本，而且投資回收期可能相當短。特斯拉的目標是生產大約1000萬台即將推出的第4代車型，以及多達1億台第5代車型。大多數人理所當然地覺得這難以置信。坦白說，我們也一樣。儘管如此，如果 Optimus 3能實現哪怕一半的承諾，我們將見證機器人技術最非凡的飛躍之一。Optimus 每年的生產力可能會達到人類的5倍，因為它每周7天，每天24小時都可以運行。它甚至不需要充電，可以激流運行，所以它一直插着電。然而，特斯拉在 Optimus 3的開發上似乎有些落後。這款機器人原定於公司11月的大型活動上首次亮相，但現在已被推遲到明年第一季度。延遲可能歸結為一個關鍵挑戰。首，在會議期間，馬斯克公開承認他的團隊正面臨的障礙。他稱將 Optimus 推向市場是一項極其困難的任務，甚至承認機器人的手和前臂被證明是比整個機器其他部分加起來更棘手的工程問題。正如我們之前提到的，以及埃隆·馬斯克反覆強調的，手是 Optimus 迄今為止最複雜、最昂貴的部分。如果每個單元成本約為5萬美元，馬斯克估計僅手部技術就可能佔總成本的一半，甚至60%。為了讓 Optimus 3的雙手像人類一樣活動和運作，特斯拉需要複製4根手指和1根拇指的複雜解剖結構，每根手指都有多個關節、不同的長度，以及一個內置在前臂中的肌肉般系統。製造一個能夠輕柔地握住雞蛋、穿針引線或舉起啞鈴的機器人手，這不僅僅是困難，
它是機器人技術中最艰巨的機械挑戰之一。它需要緊湊、強大且極其精確的執行器。除了手部，另一個主要挑戰在於大規模生產。在財報電話會議上，馬斯克透露了特斯拉的宏偉目標，最終每年建造100萬台 Optimus 機器人。隨後，他強調了一個令人深思的事實：人形機器人沒有供應鏈。好的，你知道這意味着什麼嗎？特斯拉必須內部製造幾乎所有關鍵部件，從執行器到控制系統，將垂直整合推向前所未有的水平。這是一項巨大的工程。只有像特斯拉這樣規模和制造專業知識的公司才能真正嘗試。特斯拉第3代機器人 Tesla Bot Gen 3將如何通過做家務來讓人類接受人工智能？目前，特斯拉的重點仍然放在一個更基礎的領域——家務活。與機器人未來在工廠甚至火星殖民地的宏大抱負相比，這個發展階段可能顯得微不足道，但這卻是至關重要的第一步。埃隆·馬斯克明白，要讓公眾真正接受人形機器人 Optimus，必須首先在日常生活中證明其有用性。一個能夠整理客廳、疊衣服或準備簡單飯菜的機器人，比一個執行複雜工業任務、這些任務感覺與日常生活相去甚遠的機器人更容易贏得客戶的信任和好奇心。幾十年来，當人們想象機器人和人工智能時，腦海中浮現的都是科幻電影中的畫面，像我機器人中那樣閃閃發光的安卓機器人，在未來廚房裡行走、說話、端上早餐。但在現實世界中，這個夢想似乎遙不可及。一台機器隨意地站在你的廚房裡做三明治，或者伸手到冰箱裡拿飲料，這似乎有些荒謬。畢竟，烹飪和清潔不僅僅需要力量，它們需要技巧、適應性和對人手的精細控制。這些都是最先進的機器長期以來難以複製的東西。這就是特斯拉第3代機器人 Tesla Bot Gen 3突破性進展的地方。特斯拉設計 Optimus 時，其解剖精確度已接近人類。人手擁有27個關節和複雜的肌腱、肌肉網絡，既能有力地握住沉重的平底鍋，也能精巧地穿針引線，兼具力量與精細。為了模仿這一點，特斯拉在每個機器人手中設計了幾十個微型執行器，使其能夠擁有多達22個自由度。簡單來說，每根手指都能像真手一樣移動、彎曲和反應。這不僅僅是工程學，更是生物力學的活生生實現。雖然 Optimus 在您廚房裡隨意翻煎餅的日子可能還需要幾年時間，但今天正在開發的技術將使那個曾經不可能的場景變為現實。正是因為這種高度複雜的手部設計， Optimus 才能執行對機器人來說曾經看似不可能的精細任務。它能輕輕地托起一個雞蛋而不會打破，將番茄切成薄如紙片的薄片而不會壓碎，並以恰到好處的力度塗抹蛋黄醬。這種控制水平模糊了機器與人之間的界限。大多數機器人公司，如 Unity 或 Boston Dynamics， 都掌握了敏捷性。他们的机器人可以跑、跳，甚至跳舞，但是他们仍然无法包橙子。區別不在於力量，而在於精細的運動控制和認知理解。這些是特斯拉領先的領域。1年多來 ，Optimus 每天在特斯拉位於加利福尼亞州帕洛阿爾托的研究機構訓練16小時。這個過程的革命性在於它的學習方式。Optimus 不是像傳統機器人那樣逐行編程，而是通過從模擬到現實的方法自主學習。這與人類通過觀察和實踐學習的方式相同。它可以觀看教學視頻，觀察人類製作三明治或清潔桌子，然後在虛擬環境中模擬這個過程。在模擬中，它會犯錯、分析錯誤，並逐步改進，直到達到近乎完美的表現。這種持續的學習循環使 Optimus Gen 3每天都能掌握新任務，無論是準備早餐、擺放餐具，還是整理凌亂的廚房。埃隆·馬斯克表示，下一代 Optimus 將進行重大的硬件和移動性升級，使其具有更快的反應速度、更自然的行走姿態，以及在崎嶇地形上更好的平衡性。儘管今天的原型機仍然小心翼翼地移動，但馬斯克承諾，當 Optimus 準備好商業發布時，它將像人類一樣行走、移動和反應。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憑借其先進的感知系統，它幾乎永遠不會摔倒。它不僅能解讀語音指令，還能解讀面部表情和肢體語言。想象一下，晚飯後你站在廚房裡，你甚至不需要說一句話，一個簡單的眼神看向一堆髒盤子，或者快速地用手指一指，就足以讓 Optimus 識別出你想要什麼。幾秒鐘之內，它就會平靜地走向水槽，捲起數字袖子，開始清洗。這種解讀非語言線索的能力，使與 Optimus 的互動感覺更加自然，幾乎就像與另一個人交流，而不是一台機器。這背後的秘密在於為特斯拉第3代機器人 Tesla Bot Gen 3提供動力的 AI 認知系統。這種下一代神經架構使 Optimus 能夠構建自己的導航地圖，並動態適應不同的家庭環境。每個家庭都是獨一無二的，從狹窄的走廊和不平的地面，到雜亂的客廳和四處奔跑的活潑寵物。
Optimus 利用其車載攝像頭、深度傳感器和實時處理單元，不斷掃描周圍環境，創建家庭的3維布局。它能記住家具的位置，知道哪些房間是相连的，并且可以在它們之間輕鬆移动，而不会碰到任何東西。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Optimus 的 AI 系統具有上下文感知能力，它能区分椅子和熟睡的寵物、掉落的玩具和電源線，並相應的調整其動作。如果一個孩子突然跑過房間，或者一隻狗在他的腳邊搖尾巴， Optimus 會立即重新計算其路徑，同時保持安全和效率。這種情境智能代表了比早期機器人那些依賴僵化、預編程路徑的機器人向前邁出的一大步。Optimus 不再僅僅遵循指令，而是解讀意圖，結合人類線索、環境數據和預測推理，以精確和同理心行動。這不僅僅是自動化，它是人類與智能機器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共存的開始。特斯拉第3代機器人 Tesla Bot 戰3為何可能改變勞動力市場 ？Optimus 的定價低於2萬美元，每月可為其所有者賺取約2000美元，執行各種勞動任務。這意味着機器人可以在不到1年的時間內收回成本，並在未來多年繼續創造利潤。與人類工人不同 ，Optimus 除了初始購買成本外，不需要休息、食物或報酬。它從不疲倦，不需要健康保險，也不會抱怨，這使其成為理想的工人，也是企業和個人極具吸引力的投資。埃隆·馬斯克一直將公眾的注意力集中在 Optimus 的家務能力上，但其真正的潛力在於它可能成為一種通用的勞動力。想象一下，一位小型企業主經營一家餐廳，一個機器人負責點餐，另一個做飯，第3個上菜，第4個打掃。雖然購買多個單元的初始成本可能很高，但一旦機器人開始取代人類工人，投資回報將迅速實現。幾個月內，一家餐廳就可以收回投資，然後幾乎完全依靠自動化勞動力運營，從而大幅降低成本並提高效率。除了餐廳 ，Optimus 還可以部署在工廠、倉庫、醫院、零售店，甚至作為租賃工人進入家庭。一種新的商業模式可能很快出現，個人購買 Optimus 單元，並將其租賃給其他公司或家庭，從而創造被動收入流，類似於特斯拉即將推出的機器人出租車網絡。所有者可以在共享平台上注冊他們的機器人，讓 Optimus 在閒置時間工作並自主產生收入。金融分析師已經開始計算這一機會的規模。根據摩根士丹利的亞當·喬納斯 （Adam Jonas） 的說法，如果一個每小時工作5美元的人形機器人能夠取代2個每小時賺25美元的人類工人，那麼每個機器人可以創造大約20萬美元的净現值。這個數字將3萬美元的機器人變成了一種投資資產，能夠帶來10倍於其初始成本和價值的回報。如果特斯拉成功擴大 Optimus 的生產，並將其整合到勞動力經濟中，該公司不僅會銷售機器人，還會創造一個建立在人工智能、機器人技術和清潔能源基礎上的全新經濟系統。因此 ，Optimus 代表着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在這個時代，機器與人類一起創造財富。例如，在醫療保健領域 ，Optimus 可以作為助理護士或護理人員發揮關鍵作用。配備傳感器、攝像頭和實時數據分析，機器人可以監測生命體徵、輸送藥物、協助患者移動，並向工作人員發出潛在健康風險警報。隨着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短缺的加劇，尤其是在日本、德國和美國等國家，醫療保健系統面臨巨大壓力。像 Optimus 這樣的機器人可以通過執行重複性、體力要求高的任務來幫助填補這些空白，從而將人類護士和醫生解放出來，從事更高層次的職責。這種應用不僅可以節省醫院的運營成本，還可以通過讓他們更有效地服務更多患者來增加收入。除了醫療保健 ，Optimus 在安全和監控方面也具有巨大的潛力。得益於其全身的攝像頭和傳感器網絡，它能夠360度感知周圍環境，檢測可疑活動，識別人臉並及時做出反應。與靜態監控攝像頭不同 ，Optimus 可以移動、巡邏，甚至在需要時進行干預。它可以通過智能手機提醒房主、觸發警報或記錄事件作為證據。對於企業而言，用 Optimus 單元取代保安意味着持續的保護，而無需支付經常性工資。從財務角度看，這會兒將一項傳統開支轉化為一項長期投資，全天候持續提供價值。Optimus 的工業潛力同樣巨大。特斯拉已經展示了機器人識別汽車零部件，將其拾起並精確放置在指定位置的能力。這個看似簡單的動作需要視覺識別、空間映射和機械控制之間的複雜協調。這些技能相當於一名熟練的工廠工人。與僅限於重複性、預編程任務的傳統工業機器人不同 ，Optimus 靈活且可移動。它可以在工廠車間移動，檢索零件，將其運送到裝配站，甚至通過人工智能學習調整其行為。從經濟角度看 ，Optimus 可能會引發一場范式轉變。隨着人形機器人變得經濟實惠且富有生產力，
勞動力所有權本身可能會去中心化，就像今天的個人擁有汽車或租賃房產一樣，在不久的將來，人們可能會擁有能夠為他們工作和賺錢的機器人，這可能會催生一種新的機器人勞动力經濟。財富的產生不僅來自人類的努力，還來自持續運行的自主機器。隨着 Optimus 的出現，新的職業將湧現：機器人訓練師、人工智能程序員、維護工程師、人機交互設計師，以及監督機器人集群的網絡主管。人類勞動力將從體力勞動轉向機器無法複製的創意、戰略和情感工作。那麼，如果機器人接管了大部分體力勞动，我們将如何關懷和保護那些失業的人？請在視頻下方的評論區分享您的看法。感謝觀看我們的視頻，立即訂閱，以免錯過下一個特斯拉突發更新，它將在2天內到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關於特斯拉電動汽車或特斯拉機器人的精彩信息，請不要忘記點讚並分享此視頻。此外，請務必開啟通知，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視頻。現在，這款電池帶來了我們最先進的技術，它的製造成本更低。最棒的是，它實際上比我們目前的試點生產車輛的電池能量更少，但卻保持了相同的續航里程。這是通過生產效率的提高實現的。我们在這裡展示的效率超過7%。目前，特斯拉半掛卡車 Tesla Semi 正在進入一個關鍵的過渡階段，從有限的試點生產轉向全面大規模生產。經過8年的開發，該公司計劃在2026年第1季度開始在內華達州超級工廠進行在線生產，目標是實現年產量5萬輛，相當於每月略超過4000輛。一旦170萬平方英尺的特斯拉半掛卡車設施全面投入運營，特斯拉將首次在3維生產線上採用巨型壓鑄機。這項技術可以在短短幾分鐘內生產大型底盤組件，顯著加快製造速度。目標是每隔幾分鐘就推出一輛卡車。特別是向下一代4680電池的過渡，有望將電池重量減少20%，同時保持500英里的續航里程。DHL 和 ArcBest 的實際生產數據表明，在滿載情況下，能源效率為每英里1.55千瓦時，證實了該車在經濟性能指標上直接與柴油卡車競爭的實際潛力。在今天的節目中，我們將探討4個關鍵話題：2026年特斯拉Semi的詳細生產計劃。電池技術從 LFP 到用於特斯拉 Semi Gen 2的最新4680電池的演進 ，Genii 特斯拉 Semi 的設計升級，以及 DHL 和 ArcBest 等合作夥伴如何在實際操作條件下驗證了特斯拉 Semi 的能源效率。歡迎來到特斯拉汽車世界。順便說一句，我們剛剛更新了2026年特斯拉 Semi 定價政策的最新信息。老實說，這確實與眾不同，並在與 Freightliner eCascadia 或 Volvo VNR Electric 相比時，在重型電動卡車市場引起了軒然大波。如果您希望我們更深入地探討這一差距，請點擊點讚按鈕告知我們，以便我們繼續更詳細的研究。回到今天的話題，2026年特斯拉 Semi 的詳細生產計劃是什麼樣的？特斯拉更新的2026年Semi生產路線圖比其早期的時間表更具可信度，因為這是首次有可見的建設進展、承諾的資金和成熟的電池供應鏈作為支撐，而非幻燈片承諾。根據特斯拉2025年第3季度的更新，該公司預計其位於內華達州的新Semi專用工廠的首批在線建造將在2026年第1季度下線，並在第2季度進行結構性爬坡，在2026年下半年實現真正的批量生產，目標是年化生產5萬輛。這種順序：試點建造、受控爬坡，然後是批量生產，與特斯拉擴展 Model 3和 Model Y 等先前平台的方式一致。早期季度側重於學習和調試生產線，然後產量急劇上升。特斯拉明確區分在線建造和實際生產，這表明這是一條紀律嚴明、汽車級工業化的道路，而不是以營銷為導向的發布。2026年特斯拉 Semi 的生產計劃得到了已有的切實進展和重大投資的支持。特斯拉位於內華達州超級工厂的170萬平方英尺的 Semi 設施已基本完工，設備安裝正在進行中，這在2025年5月得到了證實。作為36億美元投資的一部分，該場地包括一個專用的100吉瓦時4680電池工廠，以確保電池供應。這曾是該項目的主要瓶頸，這標誌着自Semi於2017年首次亮相以來多年延誤的轉變。在此期間，僅建造了大約300輛。與早期的低產量驗證運行不同，特斯拉現在擁有一個專用工廠，以電池，並明確承諾擴大生產。此外，2026年下半年年產量5萬輛的目標雖然雄心勃勃，但與重型卡車市場面臨的需求規模和監管壓力相符。包括百事可樂、沃爾瑪和 UPS 在內的北美主要車隊已下訂單或表示對零排放8級卡車感興趣，以實現企業脫碳目標並遵守日益嚴格的州級法規。
例如加利福尼亞州的先进清洁卡車和先进清洁车队法規。這些政策将逐步強制淘汰柴油車，為能夠大規模交付電動卡車的制造商創造結構性激勵。那麼，從 LFP 電池到4680電池的轉變如何改變特斯拉 Semi Gen 2？特斯拉不断發展的 Semi 電池策略直接支撐了其2026年大規模生產計劃的可信度，因為它展示了從受限的多供應商試點化學方案向統一的垂直整合的適用於重型用途的4680平台的清晰过渡。从2022年到2025年，特斯拉實際上將 Semi 視為一個低產量、半實驗性項目，根據使用場景劃分電池化學成分，用於短程300英里版本的約500千瓦時磷酸鐵鋰電池組，以及用於500英里版本的高能量鎳基化學成分電池組，其容量在800到900千瓦时之間。這種雙重方法使特斯拉能夠驗證卡車市場不同細分領域的實際工作循環和衰退情況。LFP 提供了高循環壽命，通常引用2000多次完整循環以及出色的成本和安全特性。這對於密集使用卡車且可以接受略低能量密度的區域運輸運營商來說是理想選擇。而 NCA 和 NCM 選項，其典型循環壽命約為800到1500次，則犧牲了一些壽命，以換取達到500英里續航里程所需的高比能量，而不會使牽引車的重量超出監管限制或導致有效載荷懲罰。因此，2026年向高壓4680電池作為生產標準轉變，不僅僅是簡單的電池尺寸變化。特斯拉報告稱，其用於Semi的4680 HV 架構將能源效率提高了約7%，使得卡車能夠在縮小電池組總容量的同時保持500英里的續航里程。實際操作中，更高的體積和重量能量密度意味着從電池組中移除了數百公斤，可能超過1000磅。相对於早期基於 NCA 的設計，這種重量減輕直接有助於降低整備重量。內部目標和外部分析都趨向於牽引車低於23000磅的數字，而之前的估計是24000到26000磅。在美國8萬磅總車輛重量限制內，牽引車每減輕1磅，就可以重新分配到有效載荷上，這直接影響了每次運輸的收入。車隊運營商可以立即將其貨幣化，以增加每次運輸的貨運量。2026款特斯拉 Semi 的第二代升級有多令人印象深刻？特斯拉在2025年年度股東大會上公布的第二代 Semi 設計，最好理解為從工程原型向針對大批量制造和長期自主性優化的平台有意轉變。前臉現在借鑑了 Model Y 和 Cybertruck 的 LED 大燈模塊，這一選擇不僅是美學上的，更是經濟上的。重複使用經過驗證的照明組件可以削減工具成本，簡化供應鏈，並確保在多個市場符合法規。與此同時，特斯拉減小了擋風玻璃的總面積，在減輕玻璃重量的同時改善了空氣動力學。更小、傾斜度更大的擋風玻璃可以減少正面阻力，並降低駕駛室冷卻負荷，從而略微提高實際效率。這些微小的進步在數百萬英里的車隊行駛中會累積起來。更柔和、更傳統的車頂線條也與這種空氣動力學策略相關。與2017年展示的稜角分明的原型相比，更新後的駕駛室輪廓似乎是為了可制造性、更簡單的冲壓件和更少的複合曲線，以及在高速行駛時實現層流而設計的。在表面之下，重新設計的底盤是第二代故事的核心。特斯拉现在将整備重量目標定為低於23000磅，這比第一代卡車早期估計的24000至26000磅有了顯著改進。對於受8萬磅美國總車輛重量限制的貨運運營商來說，牽引車每減輕1噸，就意味着可以重新分配1噸有效載荷，直接影響每次運輸的收入。在保持500英里續航里程的同時，實現這種減重，強烈暗示着4680 HV 電池組結構與車架更深度的集成，更多的使用高強度鋼或合金衝壓件，以及更模塊化的車身底部，專為自動化組裝而設計。特斯拉更廣泛的制造策略、巨型鑄件、結構化電池組和高度集成的線束，很可能也應用於此。即使該公司尚未披露所有具體技術，因為這些正是它在乘用車中用來降低成本和複雜性的手段。第二代Semi的一個明顯演變是其傳感器套件和整體自動駕駛架構。特斯拉現在描述的布局擁有超過26個攝像頭，包括安裝在前拱周圍和駕駛室高處的攝像頭，以提供360度重疊覆蓋，並在盲點、拖車邊緣和河流車道等關鍵區域提供冗餘。這種配置是為 Class 8卡車的操作實際情況量身定制的。鉸接的長拖車、狹窄的倉庫操作，以及車道變換和河流頻繁的持續高速公路操作，通過從一開始就圍繞這個密集的攝像頭陣列設計駕駛室結構、導流罩和安裝點，特斯拉避免了在自動駕駛硬件後期改裝時可能出現的妥協和服務問題。據報道，電子和控制架構也得到了簡化，
更少的 ECU、更集中的計算，這反映了特斯拉乘用車轉向單一、強大的 FSD 計算機的趨勢。該計算機既能處理駕駛，又能處理許多車身控制功能。這種整合減少了布線，減少了故障點，並改進了 OTA 更新能力。所有这些对於需要正常運行時間和可預測維護的車隊來說都至關重要。空氣動力學仍然是3脈經濟性的核心。特斯拉的第2代更新似乎是在改進，而非徹底改變原有策略。該公司繼續引用長續航版每英里約 1.7千瓦時的能耗數據，這表明雖然阻力係數可能有所改善，但特斯拉將其框定為安全裕度或預留空間，而不是向上修正公開聲明。任何超越現有競爭性初始設計的阻力減小，都可能轉化為實際條件下的更高有效續航里程，或者允許特斯拉在不犧牲500英里宣傳續航能力的前提下，略微縮小電池組。實際上，車隊非常關心一致性，在不同的天氣、不同的拖車形狀和載荷下實現該續航里程，而不是絕對的最佳情況數據。駕駛室、導流罩、後視鏡攝像頭吊艙以及牽引車與拖車間隙管理方面的漸進式空氣動力學改進，很可能旨在收緊這種差異範圍，從而使路線規劃和充電計劃更加可靠。第2代 Semi 最具有戰略重要性的升級之一是引入了電動取力器 EPTO 系統。傳統上，冷藏拖車和其他輔助設備依靠獨立的柴油發動機為壓縮機或泵提供動力，即使卡車本身不動，也會增加燃料成本、維護複雜性和當地排放。特斯拉的 EPTO 額定功率高達約25千瓦，允許 Semi 直接從其牽引電池為這些設備供電，有效地使整個卡車拖車系統電氣化。這種架構可以消除物流樞紐、港口和城市配送區域內怠速柴油消耗和噪音的顯著來源，同時還簡化了對日益嚴格的防怠速和排放法規的遵守。由於特斯拉同時控制車輛和高壓電源架構，它可以將 EPTO 管理集成到與優化牽引、能量回收和充電相同的軟件堆栈中，確保輔助負載的調度智能化，使其不會影響關鍵任務的續航里程。第2代設計明確關注全自動駕駛 Full Self Driving FSD 的就緒性，這也使得 Semi 比許多競爭電動卡車擁有更長的技術發展週期。通過在設計中硬編碼大量的傳感器冗餘、集中式計算以及假定自動駕駛硬件將成為標配而非選配的車身布局。特斯拉有效地預先投入了卡車所需的資本，使其能夠通過軟件不斷進化。在短期內，這意味着先進的駕駛輔助功能、自動車道保持、自適應巡航和受監督的高速公路駕駛，可以減少駕駛員疲勞並提高安全性。隨着時間的推移，如果特斯拉成功將其 FSD 能力擴展到商業貨運走廊，同樣的硬件可以支持在專用車道或樞紐到樞紐路線上的更自動化操作。這些地方駕駛員時間和利用率的經濟效益最為敏感。對於做出10到15年資產決策的車隊買家來說，這種嵌入式自動駕駛路線圖可能與當前的規格表同樣重要，因為它定義了卡車在其使用壽命內盈利能力如何提升。DHL 和 ArcBest 等合作夥伴是如何在實際操作條件下驗證特斯拉 Semi 的能源效率的。特斯拉 Semi 的早期客戶群提供了一些最強有力的實際驗證，證明該產品在經濟和運營上是可行的，儘管生產運行仍有限。特斯拉的啟動合作夥伴百事可樂自2022年以來已累計運行超過750萬公里，這一里程數與中型區域車隊在多年內使用多輛柴油牽引車所記錄的里程數相當。在此期間，百事可樂報告的能耗不僅達到了，而且在許多情況下超過了特斯拉每英里 1.7千瓦時的目標。這表明2017年公布的效率聲明在日常滿載運行下是成立的。百事可樂演示了約150英里、24小時的運行循環，並利用特斯拉的超級充電樁基礎設施，尤其重要。它證明了電池容量、充電速率和駕駛員調度相結合，能夠支持高利用率的貨運操作，而不僅僅是短期的以宣傳為目的的運行。像 DHL 這樣的新進入者進一步證實了這些性能數據。在一次成功的試用後， DHL 於2025年12月接收了其第一輛 Semi， 並報告在牽引75000磅，非常接近總車輛重量限制，因此代表了實際貨運任務時每英里能耗約為 1.72千瓦時。DHL 已經表示，他打算在2026年部署的 Semi 數量將不僅僅是少數幾輛，並估計與現代柴油卡車相比，每輛卡車每年可減少約50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對於一個向投資者和監管機構報告其排放量的全球物流供應商來說，這種每輛車的減排影響是巨大的。ArcBest 在2025年7月進行的3周試用增加了另一個數據點，在超過4494英里的行駛中，該公司記錄的平均能耗甚至更低，為每英里 1.55千瓦時，同時讚揚了 Semi 的易用性、駕駛員視野和舒適性。這些定性因素很重要，
因為駕駛員招聘和留用是卡車運輸業的主要痛點。一輛操作起來更舒適、更不易疲勞的車輛，可以間接降低勞動力成本和停工時間。沃爾瑪、好事多和西斯科等大型零售商，据報道將成為未来的客戶的興趣表明，Semi 並非局限於少數環保品牌的利基實驗，而是一種正在被北美一些最大的托運商評估的產品。這些公司運營着龐大、時間敏感的物流網絡，並且在部署未經證實的技術方面往往持保守態度。他們願意下訂單或考慮下訂單，這表明Semi的實際數據，特別是來自百事可樂和早期貨運試點的數據，已經越過了內部可信度閾值。與此同時 ，Ryder Systems 經驗凸顯了價格方面的關鍵矛盾。Ryder 最初訂購了42輛 Semi， 但後來削減至18輛，理由是價格大幅上漲和產品經濟性發生變化。目前預計最終交付將在2026年6月左右。行業分析表明，雖然特斯拉在2017年最初為500英里續航版本提出了18萬美元的美元價格，但根據配置和電池尺寸的不同，實際交易價格現在可能在25萬美元至40萬美元之間。資本成本的這種上漲不一定破壞商業案例，因為 Semi 的經濟優勢在於顯著降低的能源和維護成本。以每英里 1.7 千瓦時的能耗和每千瓦时 0.20 美元的工業直流充電價格，大型商業客戶的合理美國平均價格計算 ，Semi 的能源成本約為每英里 0.34 美元。一輛同類柴油卡車以每加侖 4.50 美元的燃料價格實現每加侖7英里的油耗，其燃料成本約為每英里 0.64 美元。每英里 0.30 美元的差價，以每年10萬英里計算，可轉化為每年約3萬美元的節省。那麼，特斯拉轉向4680電池，是否真正解決了電動8級卡車的成本和重量問題，還是僅僅將風險轉移到了長期耐用性和更換成本上？請在視頻下方的評論區分享您的看法。感謝觀看我們的視頻，立即訂閱，以免錯過下一個特斯拉突發更新，它將在2天內到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關於特斯拉電動汽車或特斯拉機器人的精彩信息，請不要忘記點讚並分享此視頻。此外，請務必開啟通知，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視頻。我們感謝您的支持，並期待在下一個視頻中與您相見。再見。